终于要有自己的工作室了。我在农村呢做自媒体已经9个月了，一直都是在自己家1楼办公的。这个区域呢包括了办公、拍摄产品、样品间、宠物生活区域，就特别的拥挤。平常如果想直播啥的，根本就转不过身。所以呢，深思熟虑之后呢，我就打算把我们家的老房子改装一下，做成工作室，把我们的事业做大做强。那么今天呢，就带你们看看我们家的老房子了。这个房子呢，是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的婚房，有40多年了，到现在呢也有10多年没有人住了。一进门呢，这里就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还有楼梯间。里面这一间呢，就是我们家的客厅，也是我们家最大的一个房间。里面这一间呢，就是我爸妈以前睡觉的地方。这个房间比较小，到时候拿来当储藏间。那我们现在去2楼看一下。主要工作室呢是打算放在2楼。这里呢以前是放谷仓的，这个走廊呢也是有点小，到时候呢打算给它全部包进来。那边呢有一个阳台，这个阳台呢又塌了，打算把它给拆掉。然后楼下呢就会有一个小院子了。进来这边呢就是以前我跟我妹妹的房间，到时候呢整层打通，然后第一次装修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大家如果有好的建议的话，评论区告诉我哦。这里是厨房，已经摇摇欲坠了，打算给它拆了，变成一个小院子。楼梯呢就放在院子外面，然后呢院子整个围起来，让我的小狗小猫呢都可以在这里玩。这里楼梯的位置呢，我要做一个洗手间，再弄一个小小的厨房。做不做饭我不知道，厨房一定要有，工作很晚的话还能做点夜宵吃呢。这个房间呢就是我的卧室了，这个大小已经够了，放个床，放个床头柜。里面这个房间呢，一半呢我是拿来当仓库的，一半是拿来当走道，在这后面呢开一个后门。这个楼梯上来的这2面墙呢，打算给它打掉，因为我要做一个露台，就坐在这里写写稿子，而且对面的风景还可以，忽略掉这些电线杆吧。走廊全部都用玻璃给它包进来，把采光做好。2楼呢水全部都打通，这面墙也要给它拆掉。这里呢就放我们的一些样品，目前差不多就这样。如果你还有好的意见，评论区告诉我哦。第一件事呢，就是把房顶的瓦全部换成新的，约了3个师傅，明天过来。今天呢，我和妈妈呢需要把2楼呢清理出来，还有顶楼上的一些木板，很多木板呢可能比我的年纪都大了，特别多的灰，各种小可爱都在上面。今天我爸也回来了，不过呢，我妈看他那么想钓鱼，就让他去钓鱼了。我们家呢最主打的一个随性，大家都干了自己想干的事，谁也不干扰谁，独立女性的人设也是稳稳的拿捏住了。这个呢是以前晒稻谷的席子，打算拿去洗洗还能用。今天呢幸好不是很热，而且呢老房子都很凉快的，感觉干完这些活，今天晚上呢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搬了1个多小时，这边终于清理完了。之后呢，这里就是一个露台了，把那2面墙都给它拆了。这些就是我们清理下来的木头。明天呢，给木工师傅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拿去烧掉了。土豆呢，本来放在这里也是最合适的，现在呢要收起来拿回家了。接下来就是这边的这一面了。这边呢相对来说木头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它一层一层的，跟叠罗汉一样的楼顶，把上面的垃圾清理掉呢都是个问题。到了一个海报，可能这个是我爸以前的爱豆吧。90后应该都见过这个写名字的吧，当初好像是1块钱写的。我爸以前是村里收电费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宣传海报，30多年了还是很完好。这个纸张的质量也太好了吧，而且这个印刷的风格还有点可爱。我想到时候呢给它用相框给它框起来挂着。给你们看我的手，瞬间就老了几岁。在农村呢，洗大件的东西呢都丢在河里面洗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今天就到这了，等着明天师傅来换瓦吧。早上7点不到，师傅们就来了，已经开始清理旧瓦片了。他们呢把自己的车子呢停在房子的旁边，旧瓦片直接往下丢，而且动作也真的很快。我最开始还以为我和我妈妈也要帮忙的，结果他们半个小时就把旧瓦全部清理完了。旧瓦他们呢会帮忙处理掉，还会把地都扫了。我们村里人做事就是很实在的。最开始以为这上面的木板可能都要换了，
但是师傅说还能用，不需要换，又给我省了一笔。这个瓦呢是师傅帮我买的，正好呢买的也是我喜欢的颜色，咱们就浅浅的意思一下吧。最近呢，很多人说改老房子不如推了重新盖，新房子呢我们家有了，没必要重新再盖了。翻新老房子呢一直都是我们全家的心愿，也算是一种情怀吧。虽然以前老房子到处漏风，冬天睡觉衣服都得多穿一件，而且连卫生间也没有，如果洗澡的话都是厨房的门关了洗。因为没有多余的房间，我和妹妹很大了，我们2个人还是睡同一个房间，但是我们的童年都在这个房子里，它也是我们父母爱情的一个见证吧。从结婚到后来有了我们4人的小家庭，对于我们一家来说意义还是很大的。上个师傅1个早上就把这个楼顶给做好了，效率真的很高。今天呢算上1个师傅的工费是350一个，加瓦片我们一共是花了5400块，还是挺便宜的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拆厨房。今天呢我们拆厨房，昨天我和妈妈呢就把厨房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清理掉了。真的，我看了那些柴和木头，我头都大了。我们搬了2个多小时才清理完呢。今天我们还没有起床，师傅他们就来了。现在是7点钟，从来没有那么早起来过。厨房我们打算拆呢，做一个这样的小小的院子。有人说这个阳台要不要就留着，可以喝喝茶晒晒太阳。但是呢，拆厨房已经是我妈妈心头里面一直挂念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这个厨房呢它快倒了，经常呢会有阿公呢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妈就怕特别危险，对吧？房子在拆的途中呢会塌掉，所以呢师傅他们呢就在下面呢用木板给加固一下。果然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也一直跟师傅他们说，安全最重要，慢慢拆，哪怕多几个工也没有关系。下面的一层水泥呢全部都弄好了之后呢，我们4个人呢就边拆一点边装车。师傅他们是1人1个3轮车，就轮流的去倒垃圾。上面的木板拆了之后，这2个大木头感觉都有点难弄的。先把这个灶台给拆了，一个灶台的垃圾就整整运了3车。我们厨房的这种墙呢，看着呢是快倒了，但是你推又推不倒，所以这种墙呢也只能是站在上面慢慢的给挖下来。我去睡了一觉以后呢，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2个柱子都拿下来了。这里没拆的这里呢，我是打算做一个楼梯。这里呢我们是打算做厨房的，这个木梯呢到时候要给它拆掉的，然后这上面也要拆掉。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今天呢1个师傅320，加上3轮车费用一个是50，一共是740。明天呢我们就拆后面这堵墙了。大家一直都说我这个房子很危险，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这堵摇摇欲坠的墙终于可以把它给拆了。因为呢旁边有一个棚，又不能立马给它推倒，只能用木头顶住，然后慢慢的往下挖。你们说为什么不考虑挖机？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的。后面呢是有网友问我说，近的话呢愿意200-300块就把我搞定，但是呢实在是太远了，而且特地去找挖机的话，光路费可能都要几百块，不太划算。这种泥土墙挖起来真的土尘满天飞，真是对不起我的邻居们了。1个早上呢2楼就搞定了。今天我和妈妈都没有帮忙挖土，因为这个位置它太窄了，人多呢反而不太好做事。不是我更新的慢呀，是事情真的很多，工作量直接提高了2倍。白天呢装修老房子，晚上呢我还要处理我的另外一个账号。看到了我妹以前画的身高图，真有意思。因为地基的原因，里面窄外面宽，所以我们家的房价都是斜着的。最里面的这个房间呢，居然比外面要低很多。这个地基呢就不打算拆了，因为这个房间呢我是拿来当仓库的，所以呢也就没有那么讲究了。这个侧面的这堵墙呢应该有40多年了吧，本来我也是不打算拆的，然后师傅说怕到时候会倒，结果他们2个人使劲的用脚踢都踢不倒。不过呢这个位置到时候也是要砌墙的，因为你看这后面的房子看着就觉得害怕，而且不太好看。给你们看看我妈妈的大宝贝，我小时候很多裙子都是我妈妈做的。这个缝纫机呢也退休了，打算呢给我妈妈重新买一个。这个窗户呢我也打算保留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衣柜真的木是好木，但它真的很重，你们帮我看看它要不要留呢？今天就到这，明天呢我们拆这里。养猫养狗，
今天呢有点下雨了，就做家里面的活，拆这堵墙。这里拆了我就不打算盖了，想做一个露台。这里我爸以前是用竹子钉上去的，非常的牢固，不知道打了多少的钉子，然后呢又糊了泥上去，所以拆起来就是大片的尘土飞扬。这个叔叔呢他还不戴口罩，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拆完了以后，这个视野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想象到时候坐在这里写稿子、打电脑、剪视频、喝茶，可真有意思啊。然后旁边的这堵墙呢，就可以用投影仪在上面放电影。这上面呢是房子的牢固架，是不能动的。然后下面的这2个呢是后面加上去的，到时候呢就把它拆了，然后加一个围栏上去。1楼的墙呢需要重新刷，然后把它全部铲掉。门口的这个墙呢也拆了，到时候呢再做一个围墙。院子的目前就是这个样子了。最后呢就是化粪池了，卫生间呢就放在这边这个位置，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把它放在房间里面呢，还是放在厨房。从拆家到现在，我爸呢还没有回家过。过几天他回家一看，哇，老房子只剩下一个壳子了，他都要惊呆了。墙被铲了的房间呢，有点像山洞一样，就是特别原始。今天呢师傅最后一个工了，他弄得也差不多了。师傅最后呢是做了2天，一共是1480块。接下去呢那些零散的活呢，我和妈妈自己做了。明天呢我们就拆天花板。今天和妈妈呢拆2个房间的天花板，这些天花板呢以前都是我爸爸自己钉的，真的很牢固，比我们想的要难很多，而且也很脏。等拆完了之后呢，用高压水枪呢给它清洗一下。这个木板呢真的是拽都拽不下来。这里面这个房间这些颜色呢，据说是我爸趁我妈回娘家自己涂上去的，还知道调色。这些迪巴灯也是我爸爸的最爱，我和我妹到现在还爱听 DJ，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看这些呢是我读书生涯里面仅有的几个奖状了。我小学的时候龙泉还是个县呢，不难看出我就是个学渣。拆这个房间呢，也终于解密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小时候我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总是会闻到一股腐臭味，有的时候呢房顶呢还会掉几个蛆下来。我想了很多种可能，当时也觉得真的很害怕，但是居然也没有问过我妈妈是怎么回事。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上面有好几个老鼠窝，而且呢我还看到了老鼠干，我真的是要呕了。本来说呢这些木条等我爸爸回来再弄，我妈非要弄完。就在我下去给她倒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因为她穿鞋子怕脚闷，所以她穿的拖鞋，上面的木条掉下来砸到了脚，流了很多的血，我真的吓坏了，我以为她踩到钉子了，好在只是破了一点皮。然后呢我就把剩下的垃圾清理掉。这些老鼠缸呢，我真的是少的都要呕了。最近呢师傅们都挺忙的，说过2天才有空过来。下期我们拆2楼的木板，让2楼呢变成一个大通间。2楼呢打算做一个大通间，这样呢办公区域跟直播间样品还有猫猫狗狗玩耍的区域呢都可以放在一起。真的是很佩服以前的木工师傅的智慧啊，特别的牢固。第一块呢就需要拿锯子给它锯下来，然后再一块一块的拿下来，等到最后一块呢又拿不下来了，又得拿来锯。这个门板我打算刷一下漆，还可以拿来当桌面。这边呢就没那么好拆了，搞不下来的呢就手动锯。一定会有人说为什么不用电锯？这还有你说没有电锯啊，而且家里面也没有电了，因为电线被我们全部都剪了，等着我爸回来再装吧。这些呢拆下来的木板感觉大有用处，不过还没有想好做什么呢。本来这一面也要拆的，但是我妈说留着，因为楼梯是从这里上来的，这面墙呢正好可以做一个小通道。这种扫把扫灰是真的很不错，难怪我们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种扫把。太热了，中午的时候中场休息一下，吃点西瓜继续干。看看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呀。下午呢带我家的狗狗来视察了一下，他说很满意。我和我妈妈嘴里面一直都说不想干了不想干了，等我爸爸回来让我爸拆吧，但是手却从来都没有停过，扯不下来的就敲，敲不下来的就锯。这个位置呢打算做一面墙上来，然后再做一个窗户，这样2楼呢夏天也会透气一点。这边的走廊呢上面呢就全部做窗户，给它全包起来。这里呢做一个落地窗，再把楼梯口给堵上。全部拆完了以后真的很像一个凉亭，风吹过来还挺凉快的。你们老是说这个构造看上去不是很安全，你们放心吧，我是特地请人过来看过没有问题的，我们才放心的。这个柜子我一直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弄好，是说买一个红色的全色给它盖上呢，
还是说涂上透明漆？收二手柜的人过来一看，他说50块，50块还不如我自己留着放东西呢。虽然我还挺害怕这种古老的东西的，但是我觉得爷爷留下来的就当个念想吧。这个呢是我外公留下来的，你们有认识的吗？最近几天没有更新，是因为做水泥的师傅他都没有空，还要等几天。不过我爸明天终于回来了。整个房子呢都拆得差不多了，接下去呢就是要水泥工进场了。不过水泥师傅说还要过2天，像这种村里面的水泥师傅一般都是很抢手的。今天呢，我让村里的叔叔呢给我运了一些水泥砖，还有沙子、钢筋，买了3种砖。这种呢是做外墙的，像这种呢垫在外墙的下面，这种呢就是做卫生间、做内墙的。像这种大的一个呢有几十斤，所以呢叫邻居伯伯来卸车。这些钢筋呢，我就和妈妈自己搬了一下。下午呢，伯伯一个人卸完了这些大砖，小的呢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厨房那边，直接倒出来就好了。本来呢说明天再堆的，但是这个伯伯呢，他非要吃完晚饭了继续搬，因为呢伯伯说白天太热了，晚上呢做事凉快一点，也是有道理的。然后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加入了，我们就一个一个堆起来，然后伯伯呢就一个一个的搬到那边去。明天我的手一定是要废掉。后来呢，队伍呢就渐渐的庞大了起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递，就这么从天亮做到了天黑，1200多颗砖呀，真的是想哭。就在快结束的时候，我爸回来了，再晚半个小时，我们都做完了。这是我爸第一次看到他的房子被我和我妈拆成这样，你看他的表情，应该是没有生气吧，什么也没说，立马就加入了队伍。别说你们很想看改造最后的样子，我自己也真的是很急着用，因为618的直播活动我是赶不上了，因为没有直播间用嘛。现在呢，每天家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产品跟老房子改造的买了一些东西。我妈妈天天嘴巴里面说的是，等你们搬走了我就怎么样。来看看我们家请的免费水泥工今天要帮我的老房子做什么呢？这个位置呢以前是歪的，我爸呢怕按照原来的墙基做上去的话，墙面还是歪的，打算把它挖了，把墙基呢做平。我们都劝他说算了，反正这个房间呢当储藏室也不重要。我爸呢他不，他就要做，然后他就挖呀挖呀挖，敲呀敲呀敲，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石头。这个石头呢敲也敲不碎，挖也挖不上来。我问他后悔了没有，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不难看出来他真的后悔了。不过最后呢还是给他搞定了。这是原来的，这是现在，是不是不一样了？然后呢就是拆厨房的这个木板了。如果我和我妈呢，肯定又要锯几个小时才能搞定。我爸呢，一脚就搞定了。关键时刻还得是我爸在。本来想把洗手间放在卧室的这个位置，但是我量了一下，洗手间做完了以后，再放个1.8米的床，剩下就是一个床头柜的位置了。看来这个洗手间的位置呢，又得讨论一下，改个方向了。你们看看放哪里比较好呢？看我家千万已经在给我新家守门了，虽然还没有门。对了，这个纯欲风的窗户我必须要拆掉，先把玻璃先拆下来，然后从里面推掉。以前做的东西真的是很牢固的，你要推一下子还推不掉。这个窗户呢，到时候呢给它做大一点点，这就是躺在床上看到的视角了。虽然被房子遮住了，但是还能看见一点点山头。接下去呢就是2楼了。这面墙呢坑坑洼洼的，水泥呢也不好粘合，我爸就用这种大铁钉，钉上之后呢，然后再糊上水泥，这样呢就更好的粘合，不会掉了。我爸真的很全能，对不对？但就是他太忙了，也帮不了我太多。通道也差不多了，吃个午饭，下午继续。这就是我们家的工作餐了。农村啊，就是粗茶淡饭。浙江人这个月是不是都在吃四季豆啊？我家几乎顿顿都有，我真的是吃的腻腻的。水泥呢，打个电话叫他送过来就可以了，每包呢多加1块钱的运费，27一包。你们那边是多少钱一包呢？我呢是要了20袋。接下去呢，我爸就给我补上面漏风的地方了，这里呢要全部都堵起来，因为到时候呢可能要打空调，而且呢还防蚊。今天的点心呢是饺子配西瓜，我就回家工作了一会儿，上来一看，这堵墙也拆了，难怪大家会说超预算。每次纠结拆不拆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算了，反正拆都拆了，也不差那么一点了。然后呢，就越拆越多，越拆越多。现在呢，可真的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明天呢，水泥师傅终于要上场了，这堵墙终于要砌上来了。是我也在等师傅啊，农村师傅就那么几个，大家都得排队。这面墙呢，就用大号的水泥砖做。我看了很多改造的视频，那些博主他都
都是自己动手的比较多，什么都自己做，那我也拍个视频，假装我也在看活吧。今天呢，2个水泥师傅就配了2个小工。水泥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提不动啊，还有水泥砖我也搬不动。我最近只要白天干活了，晚上回去工作到半夜，躺上去就秒睡，真的是很累很累。卫生间这里呢，我就留了一个窗户，因为我们家新房的卫生间都没有窗户的，我觉得卫生间透气真的很重要。2楼这里呢，我也要放一个窗户。这个老窗户呢是以前厨房拆下来的，我很喜欢这种老式窗户，打算呢给它洗洗打磨一下，刷个油漆。我和我妈呢又开始聚，打磨机呢我真的是毕生第一次用的，挺危险的，大家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手套。我从最开始挺害怕的，到后来我就越来越熟练了，就磨着就有点上头了。大家真的能不打磨就别打磨，特别累，真的很累，还不如洗干净了之后用那种全色漆直接就给它涂上去。我买的是锈木色的油漆，涂上去之后我都傻了，为什么颜色这么暗呀？可能是我顺手就涂了太多遍，最后的效果呢就是这样的。那颜色可能有点高级吧，就是这个木的质量有点差，感觉是有点翻车了。然后呢，再用这个原子灰把它坑洼的地方补起来，再打磨。结果我又失算了，他们在安装的时候把我的窗户就是刮得乱七八糟，只能说之后再刷了。外面的效果呢是这样子的。今天呢就把2楼的这些土墙全部刷上水泥。我爸爸呢已经提前几天呢把土墙的洞呢都用水泥补好了。为了更好的让土墙和水泥粘合，我在网上呢就买了这种网和钉子，但是呢今天快递还是没有到，我只能去实体店买了。顺便呢把下水管道一起买了，下水管道呢是4米，汽车是放不下的，就叫了邻居伯伯开他的3轮车陪我一起去。看吧，还得是3轮车，什么都能装，还帮妈妈买了5箱啤酒，买了2捆那个网。3轮车呢虽然又慢又陡，我们来回开了2个小时，坐在上面是真的很好睡觉，比我躺在床上睡觉还香。我还很喜欢坐拖拉机上面睡觉，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真的很好睡。到家以后呢，我刚下车立马就瓢盆大雨，再慢一点我们就要淋雨了。我姑父说我运气真好，今年一定能赚大钱，借姑父的吉言吧。大家立马就行动了起来，裁剪，然后呢钉上墙。但是师傅在刷水泥的时候，问题出现了，这个网太密了，水泥根本就粘不上，粘上去就掉下来，粘上去就掉下来。我爸叫我在网上买的是大网格的，这个是小网格的，所以根本就没有用。没办法了，只能叫他们把网格全部湿了，就直接铺上水泥。这个网格呢，后期刷白墙的时候还是能用得上的。今天呢要刷所有的墙面，包括1楼所有的墙面，只能这样了。师傅说问题也不大，就这么搞吧。装修真的是一直在妥协，也怪我自己太粗心了。催促他们再买水管和下水管道。点心时间到，今天的点心呢是啤酒葡萄配饼干，没听过吧？这个窗户呢，我感觉还是小了，让我姑父呢又往下挖了10公分的样子。这水泥呢一刷上去，房间就暗了几个度。不过呢，总算把这些土墙全部都盖住了。终于要开始砌墙了。房子的布局呢，我们是这么分配的。最里面的房间呢一分为2，卫生间和储物间，中间就是我的卧室，最外面呢就是厨房了。2楼呢整层打通就是我的工作室了，还有一个露台休息区。这里呢就是储物间了，我的那些样品终于有地方放了。这边呢就是卫生间，由于卫生间的门小了，我同学送给我的那个卫生间门大了，所以呢只能重新买。我在网上看了这种门可以对折，比较节约空间。卫生间的这个木的柱子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边卧室的墙呢也做好了。中午呢我回家睡了一觉，我来的时候呢木梯已经被拿下来了，都是邻居他们帮忙，不然2、3个人真的是拿不下来的。
然后呢就是砌外墙了，我是想要这种风格，想要一个这样的窗户，而且要大，因为我这窗户外面呢是田和山还有蓝天，看着就很治愈。复古的窗户和木门呢就让师傅后期做吧，装水电呢就交给我爸爸了，先在墙上呢开槽，然后呢把管子埋进去，到时候呢电线穿进管子里面就可以了。这个管子呢太少了，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些。然后呢就是给所有墙上刷上水泥了，感觉呢已经完成了50%了。看了很多的装修博主，他们都是自己动手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而我不行，我得靠师傅，靠爸妈，靠邻居，靠亲戚，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一个女孩子她是完成不了的。而且呢我是有工作的，我现在每天早上差不多7点钟起来，我就跟着师傅他们拍摄，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下班，我差不多也下班，吃完晚饭6点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做我自己的工作了，差不多做到1、2点钟才睡觉。所以说你要我去做那种很吃力气的活，我真的是有点吃不消了。看看这位叔叔山上摘的野杨梅，真的是又酸又甜，太好吃了。好啦，今天就到这啦，明天和妈妈清洗2楼。今天和妈妈清洗一下老房子的2楼，想把2楼的地板和走廊的颜色清洗成原木色，然后呢后期再刷上透明漆就搞定了。先打扫一下，老是有人说太慢了太慢了，我也想快点装修好，然后住进去好工作呀，但是现实就是要么师傅没有空，要么下雨，要么就是太慢了。就我这2个视频里面的砌墙和刷水泥墙，2个师傅1个小工就做了4天了。我爸爸说既然开始装了就慢慢弄，不要着急，不然太着急哪里没有做好以后又会后悔。没买的东西呢让我慢慢选。我们打算把这一块呢全部清洗出来，然后呢把2楼的所有的东西都搬到这里去，因为呢不止洗地板，还要清洗上面的顶部。一定会有人说为什么不把这些搬到楼下去呢？因为没有楼梯了呀，走路都不方便。有一些木板呢到时候呢我要拿来包，把走廊的这下面给包住，因为这个走廊的上面我是要做窗户的。今天呢顺便把这个柜子也洗了，等我油漆到了呢我再开始打磨改造一下。我妈说以前我爷爷把贵重的东西都放在这下面，水电接好以后呢就开始清洗了，从上往下洗，水枪的力度呢是真的很大。借我的那个叔叔还一直嘱咐我说千万不要把手放过去，会立马起泡的。我就很奇怪他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他亲测过，这么洗真的非常减压，对于我妈这种有洁癖的人来说，她非要亲自洗，然后呢就抢走了我的水枪，再也没有给我了。这种东西是很上头的，又还是40多年的房子，地板都包浆了，上面太高的地方呢就村里的叔叔帮忙洗。看小黑在下面等着我忙完了给他开饭，洗掉一半的走廊是这样的，很明显吧。这个电视柜有邻居想让我妈送他，我说我要留着，这是我爸爸自己做的，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帮我想想怎么改好呢？木头洗出来颜色呢就是这样的，感觉还挺好看的。洗了好几个小时，而且衣服都湿了，我让我妈赶紧的结束，差不多就可以了。那第一口吃下去真的很爽，又甜。端午节了，要开始挂艾叶了。你知道端午节在门上挂艾叶的寓意是什么？老房子改造呢，就像一件旧衣服一样，缝缝又补补。这不，今天要给外墙刷水泥了，窗户的边缘呢也给它修补一下，到时候呢好装窗户。为了不影响窗户的宽度，我本来是想让师傅立着装做的，但是他说这样呢牢固一点，找到直接敲掉，全部做落地窗了。又考虑呢外面又是马路，感觉隐视度很低，算了，妥协就这样吧。本来呢这块泥土墙呢我是想保留着的，但是呢因为做了后面的那堵墙，对接处呢就有点奇怪，索性呢就全部刷上水泥好了，看的呢也整洁一点。装修就是很多事呢都超出了你的想象，不能如自己的愿也是很正常的事了。其实呢我也没有想要多精致，就过得去就可以了，原来的样子。这样看呢是不是舒服多了？就这样好呢，还是到时候全部刷上白墙呢？后面的墙呢上面也要补一下。你看我妈又开始打扫了，因为呢明天我们终于要开始做楼梯了。为了让厨房的空间更大，打算把楼梯拆了做成户外的。至于放在哪个位置，我和我妈想了几个晚上，本来是想放在这里的，这里呢再做一个后门，因为呢这个位置呢离我们的新家比较近，但是又觉得呢去院子去厨房不是很方便。我去网上看了一下定制楼梯，都是5000加以上，
当时正好在拆厨房，我就想着那就留一半的墙，到时候楼梯从这里做上去吧，真是省钱又省时啊。今天就开始动工了，师傅呢开始修整一下形状，木工师傅呢算了一下，一共可以做15个楼梯，楼梯呢做80公分，往外挑10公分，墙面上60公分，里面再挑10公分。木工师傅呢先搭一个模具，外面呢也用树枝给它撑起来。现在做的呢是楼梯的间隔，然后里面再放上钢筋。浇筑之前呢，先用水给它打湿一下，下午呢就要开始现浇了。所以今天的人呢比平时要多一些，用了5包的水泥，沙子呢我们是从小溪里面挖上来的。我妈真的是很积极，我每天都叮嘱她，能花钱让别人做的，自己就不要做，为了就是我不想让她太辛苦。然后就把这些水泥浆呢倒入这个楼梯模具里面，我是提不动的，太重了，我只能选择服务他们，我就回家给他们切点西瓜吧。倒满凝浆了之后呢，再用这个震动机震一下，让水泥呢更紧实一点，然后就完成了我心心念念的楼梯，终于做好了。第2天呢就可以拆掉这些阶梯的板了，下面撑着的这个呢要过好几天才能拆。除去人工这个楼梯呢，水泥5包，钢筋5根，沙子不要钱，一共花费了295块的材料费。这个卫生间的木柱呢，师傅呢给它锯了，用砖呢做了一个柱子，丑也没办法了，就这样吧。很多人问我现在花了多少，最后一次算呢是第11集的时候，还剩37804块，刷漆还是刷漆。这是2楼走廊以前的样子，清洗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些木板呢是到时候包走廊用的，买了2桶清漆，打算把2楼的木板呢都刷上漆，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穿着短袖和拖鞋刷漆，结果就是身上到处都是漆，洗都洗不掉。刷完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后来又在网上呢买了防尘的衣服，全包裹，除了热其他都还好。刷到最后呢就觉得哎呀抹一点上去就好了，不过呢还早呢，因为要刷很多遍。看看我发现了什么，我每隔2天刷一次，一刷呢就是3个小时打底，这是第3遍的效果了，差不多了，就等木工师傅来了。我妈妈说还要再去打扫一下，顺便呢把这个纯欲风的窗户架子给锯了。虽然外面没什么好看的风景，山总归还是能看得到一点的吧。再把楼板呢都洗一遍，还有就是这个我一定要留着的包浆了的窗户，之后呢再刷上清漆，应该还能看吧。瓷砖呢是我提前1天去镇上看好的，会直接送到家里，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买好地漏。这个地漏呢要40块一个，是老板娘带过来的。我是觉得贵了，师傅过来一看我这个卫生间，一个头2个大，因为是老房子的原因，这个墙面都是不平整的。他说不太好贴，需要用水泥凿平一下，然后呢又糊上了一些水泥，勉强看着呢还好一些吧。今天呢是2个师傅，然后叫邻居伯伯打下手。很多人问我师傅多少钱一天，他们3个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100。除了卫生间呢，所有的地面我选的都是这种原木色的瓷砖，用的是20×100的，卫生间呢就用60×120的。这2个叔叔呢做事效率真的很高，动作也很快，就是我卫生间实在是太难贴了，真的很考验师傅的技术。一个卫生间弄了3天，第3天要铺地面的时候呢，发现地漏又弄错了，只能等我爸回来了。厨房的瓷砖呢，又因为老板娘还欠了我那5箱的瓷砖，迟迟未到，后来呢只能停工。到后来瓷砖到了之后呢，又因为我们山里修路，车进不来，你们都担心我超预算，而我头痛的是我们这里太偏僻，买材料不方便，师傅也很难找。后来瓷砖送过来之后呢，师傅又去了别的地方干活，又要等他几天，你就说难不难吧？我真的觉得心好累啊。不过呢，这个颜色铺出来的效果我还是很满意的。以前的老房子呢，大多都是没有卫生间的。这一次改造，我给我的老房呢做了个卫生间。有了卫生间，那你一定会问化粪池怎么弄的呢？和你们说说我的化粪池踩坑吧。为了省事呢，化粪池我选的是网上的化粪桶，因为一个人用我选的是最小的189块，但这个桶的设计是很不合理的。桶中间呢有好几个孔是相通的，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有一个弯头。第一次我们安装的时候呢，进出口方向搞反了，很有可能呢后面会导致反流，送的接口和化粪桶它并不密封，还漏水。
大人们都说没事没事，就这样吧，就算了吧，我就执意要挖上来，我觉得搞错了后期一定会很麻烦的。当天晚上真的都睡不着，然后我就约了个叔叔，让他第二天帮我挖。第二天呢7点我起来一看，他已经早早的把我这个筒子给挖上来了。后面我就找客服，客服叫我把110的管子呢斜切，然后塞进去，但是不行，根本就放不进去。这个时候真的是丢了可惜，退也麻烦。后面跟我爸讲，我爸说他有办法，他让我周末等他回来的时候弄。他又帮我买了一些管子，刚要开始做的时候发现又少东西了，然后呢我又驱车1个多小时去镇上买。这里我是看不太懂我爸在弄什么，但他说这个胶水是可好用了。看了一会儿之后呢，原来他是在里面呢做一个弯头，这样就和别的正常的化粪桶的原理呢就一样了。中间的这一片东西真的有没有都不重要，然后呢在桶下面呢垫上砂纸水泥粉，再给它2头接上。我爸呢友情提醒，胶水一定要多，一定要多，然后呢边在里面灌水边回帖，就大功告成了。还得是我爸呀，不过呢我不能让我爸妈白干活的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他们。因为我妈妈平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的干活，因为她平时呢就是除了打打牌就是种种花，然后我爸也是每周回来也是打打牌睡睡觉。当然最近他们说可能最近干活干的也是比较累吧，然后他们老说睡觉不安稳，睡得腰酸背痛的。然后呢我就给他们买了一个新床垫，我妈妈一直想要这个蓝盒子，但是呢又舍不得买，我给她全款拿下。我妈说现在的床垫可真高级啊，还能收得这么小。这个床垫呢还原的也是很快，上层呢是用了慢回弹的记忆棉，能很好的吸收压力，放松紧张的肌肉。下面呢有3厘米的硬性支撑海绵，这样就不会像一般的床垫这么软了。主要它静音抗干扰的能力很强，像我爸打牌晚回来也不会影响到我妈。就从这个我就觉得性价比真的很 OK。在我们师傅贴了一些之后呢，才发现严重的色差。之前我没有检查，是因为我很信得过这个老板娘，因为我们家这栋房子所有的瓷砖都是在她家买的。然后呢我就给老板娘打电话，她的意思就是同一型号不同批次颜色不一样很正常，但是你看这个色差也太大了，我当然是接受不了的，而且还是门口刚进来的位置，也没有办法将就。如果是别的不重要的地方我还能接受，我生气的是你没有货你就早点说，我可以选择别的型号。现在我都要贴完了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吵起来了。当时我爸爸还说我，他说让我好好说话，因为我爸觉得师傅来都来了啊，要么就这么贴上去好了。直到我爸看到剩下的2箱瓷砖，他也彻底的怒了，全都是这样，每一块都是有瑕疵的，很明显就是剩下的残次品。然后我给老板娘打电话才知道他不是拿错了，他就是想拿这些来搪塞我的，真的就是很生气。因为你老板啊，你坐在空调里面吹吹空调可舒服了，但是我们一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在太阳底下面晒的，又是去挖沙子运沙子，又是和水泥什么的，而且这个师傅还很难约。本来今天大家都很高兴的，想着把瓷砖的这个环节全部给他做完，然后呢又是吵起来了。后面我想想，我觉得我应该要冷静的处理问题，不能太情绪化。我就跟老板娘说2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把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的拿过来，第二呢就是你带一个师傅过来，把我厨房地上的那些瓷砖全部都撬掉，我们重新铺一个同样的颜色。他说只能第2个了，找不到同样的颜色了。我后面想想觉得做生意嘛也不容易，然后呢我就跟我妈2个呢就去镇上去市区到处去找同款瓷砖，希望能降低我们双方的损失。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态度的问题，你跟我说啊实在不好意思啊，是真的没有同款颜色了啊，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办，那我还能接受。如果你一上来就跟我说什么错都错了，双方都要负责，大不了1分钱都不要，这种赖皮话的话，那谁都忍不了是吧？人嘛都是你好我好将心比心的。我跟我妈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同款的，后面我跟老板娘讲，她就说给她1天的时间，她去问问以前一起进货的看看有没有同款啊，然后等了1天她就给我送过来了，说是同一批，其实还是有轻微的色差。但是我看到老板呢给我亲自送过来分散，我想想也就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这个老板走的时候他还说，本来我以为你们随便弄弄的，没想到要求那么高，别墅都没有你要求高，我就很郁闷了。
买瓷砖要求颜色一样，不是正常的要求吗？如果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们老房子是可以不配要求那么高，对吧？但是我想跟这位老板说的话，特别是我们农村人，很多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盖个房子，我真的希望你下一次木工师傅终于要进场了。厨房的瓷砖呢，还剩下最后一半没有贴。以前呢有师傅没有瓷砖，现在是有了瓷砖又约不到师傅，又是等师傅的每一天。因为木工师傅先要给我们1楼吊顶，提前1天呢，我就把墙角上边边角角呢用泡沫胶给它堵起来了，不然到时候呢又是老鼠窝。这个泡沫胶我从开始装修我就在网上买的，终于派上用场了。木工师傅的东西可真多呀，跟搬家一样的。这次买材料呢，我没有像以往一样价比商家，这次比的是态度，选商家。20多年的老店，老板跟老板娘态度也挺不错的。和师傅沟通好怎么做之后，然后他就告诉我需要哪些材料，然后报给材料店的老板。第2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今天呢是2个师傅干活，我之前以为吊顶只能在这个位置，担心会不会太矮了，没想到还可以这么高。然后呢把我这个地方呢也给包起来了，看看做好的样子吧。最近我们村里装修的挺多的，我妈妈半路拉回来一个做窗户的师傅，因为我们这个窗户没有做平，尺寸量起来也很麻烦，最后我决定窗户全部由木工师傅做，避免之后不必要的麻烦。储藏间的吊顶呢也差不多了，由于厨房的墙上瓷砖没有贴，那暂时就不能吊顶了。然后师傅他们打算先做2楼，这个位置之前是放楼梯的，现在呢要给它补起来，要放一个木头支撑起来，就像这样子。然后呢再用我原来墙壁的旧木板给它钉上去。老师傅干活也是绝了，没有一点缝隙。来欣赏一下吧。这里我之后呢是要铺上木地板的，所以颜色不一样呢也无所谓。这个师傅呢就给我走廊做窗户了，我想要呢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走廊的木板上下它不太平，所以呢要打一个框架。然后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屋檐太矮了，窗户会开不出去，然后他们就给我的屋檐抬高了那么一点点，弄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啦，就等着他们给我做窗户了。这个位置要做什么一直都很困扰的我和妈妈商量了很多次呢，每次都是没有结果的结束。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千万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发呆看风景，考虑到后面走廊要全包了，那么他就看不到外面了，所以就打算给他做一个走廊，也可以叫狗洞吧。这是我给师傅画的图，不得不说师傅的理解能力啊，沟通无障碍，秒懂。狗洞的上面呢和走廊一样做窗户，师傅在楼上看到了这个锅盖，他说叫我去捡，说有用，让我洗干净了晒干，先定一个支撑架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锅盖放上去。师傅很贴心的给我加了围栏，好看又安全。然后呢给千万量一下高度和宽度，再决定狗洞要多大。然后就是这样了，我真的好喜欢。还给千万留了个门，然后我要给它放在这里盖上，再买个那个门柄。这个狗洞门口也是很精致的哦。走廊用这些旧的木板呢给它包起来，成品呢就是这样了。等全部做好了再涂上油漆。关于老房2楼的入户门位置，原本是在这里的，但是师傅建议改了这个位置，再把旁边的窗户给分掉，这样门就可以做到75厘米了。原来的那边呢只有60厘米，太窄了，我担心有的时候大一点的快递都拿不进去。拆下来的木板呢正好把窗户给封了，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弄好了，门呢就往右边开，比较不碍事一点。今天的气温真的太高了，师傅打算先把隔热膜先钉上去。当初换瓦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要用旧瓦的，但是换瓦的师傅说旧的那种以后会坏的，维修起来很麻烦，还不如一步到位。我想想也对，不过现在真的是很后悔，再加上现在天气装修真的是太受罪了，打算和妈妈中场休息一下，回家洗把脸。我这边怎么这么黑了呢？妈，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以后你擦完水之后用这个面霜，这个面霜是去黄提亮的。你看我跟你在外面一样晒，我都没有咋变黑，是不是清爽多了？不怎么黏。而且干活暴晒后还可以当面膜厚敷急救呢。休息够了，继续干活吧。把地面呢打扫一下。你们老说我什么都请人做，打扫卫生我还是会干的，但是也就是做了那么一点点的活，第2天我就爬不起来了，因为中暑了。
希望这个隔热膜能有点效果吧。我买的是10毫米的，原本的位置做什么呢？师傅说上面呢放玻璃。至于为什么呢？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我直播的时候，如果有人来，别人看到我在忙就不会打扰我了，是不是很贴心啊？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下面做的是一个鞋架，平时呢可以放狗狗的牵引绳啊，出门要用的东西，到时候呢边上会用木板包起来。每天都给瓷砖师傅打电话，终于给我吹来了，正好把厨房剩下一半没有吹的瓷砖做一个结尾。看我妈对我爸是真好啊，早餐都拿到门口来吃。然后呢，我妈接班和水泥。今天好在我爸在家，不然我和妈妈是真的忙不过来。墙上的瓷砖我用的是40×80的，你们都问超预算了没有？很多材料和师傅都还没结账呢，所以呢现在还算不出个大概来。如果有本地想要贴瓷砖的，真的很推荐我这2个师傅，动作快，技术好，而且很有责任感。本来这个叔叔说今天想早点收工，因为家里有事。后面呢，剩下一些呢，他索性全部给我做完了，6点多才下班了。瓷砖环节也终于结束了，和爸爸很开心的立马打扫起卫生来。这个铲子是我提前买的，打扫卫生也很好用。第二天早上呢，又早早的起来，因为光线比较好，想拍一个全景，很满意。这边呢是原来的颜色，这边是后面送来的颜色，可以看得出来有轻微的色差。哎，就这样吧。这个2楼的窗户是我最喜欢的，和师傅说帮我订一个窗台上去，到时候呢，我想在上面放放花。我以为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没想到呢，叔叔给我精致的做了个包边，真好看呀！到时候再装个窗帘，放上盆栽，小风一吹，是不是有那味了？我2楼呢是整层打通的，所以进门的这个房间呢，上面呢就用木板给它封着，然后给它隔开。到时候呢，这里再做一个落地窗，因为那边办公区域呢，我是要打空调的。这个位置呢就用玻璃围栏，因为我爸以前想给新房子的后院做围栏。很多玻璃呢后面用不上了，质量又很好，正好这一次可以给我用了。师傅先做了一个框架，再把玻璃卡进去，但是我试算的是玻璃高60加上木板20，也就是80厘米了。等师傅安装上去之后才发现真的太高了。本来想让师傅拆了横着放，但是考虑着横着放如果大雨的话，里面的木地板就会湿掉了，所以就这样吧。到时候呢还要再铺一层木地板，也就不会显得围栏很高了。里面封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记得上次有人问我，你把老房拆了，家里的长辈怎么说？这是我奶奶今天来视察了，我爸带着她参观了，虽然2步路就走完了房间，我奶奶很满意的说，像一个正在打扮的大姑娘一样，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看样子还是挺满意的。这下面的位置呢，也要用木地板给它包起来，因为外面看的真的是太丑了。然后我爸就让我在网上买防晒防水的木板，快递到了镇上，叫我去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商家就这么4米给我发过来，还车都放不下。好在木工师傅就是这里人，他过来切割了，车勉强还能装得下去，但是谁懂啊？半夜一个人开山路回家，一个人都看不到，我真的太害怕了。这个时候我是真的很想跟我爸生气，但是他没有接我的电话。钉这些木板呢，还得搭脚手架，就是比较麻烦。钉起来以后呢，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跟屋檐的颜色完美的搭在了一起。颜色呢是碳烤色，比较复古的。到时候下面的围栏呢也要涂成这个颜色。接下去呢，我们就要做门和窗户了。接下去呢，就打算做窗户和门了，全都是师傅手工做的。师傅说，为了给我做我的木窗，他拿出了比我年纪还大的工具。本来他想把这个工具给卖掉的，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做这种窗户了。他还说我把他拍到网上会被别人笑死的。他可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师傅啊，应该有很多人都认识他吧。我以为做木窗就是几块木板钉在一起就可以了，没想到工序那么的繁琐。师傅就这么从早上做到了晚上。然后呢，就是1楼的窗户了。卧室的窗户我是想做铝合金的，因为窗做歪了，定制窗户的老板过来量尺寸的时候都摇摇头，所以呢只能做木窗了。架子做上去之后缝隙还那么大，水泥师傅真的应该给个差评了。门我也打算做木的，别说容易坏，坏了大不了再换呗，因为我真的太喜欢。窗户也是木的，门也是木的，走的就是田园风。开始安窗户了，这个阿公呢，他说要过来陪陪师傅，我觉得他是来学技术的。你看90岁了，还是有一颗好学的心，我真的太喜欢这个窗户了。站在这里洗洗菜、洗洗碗，真的太治愈了吧。
我给1楼、2楼呢都买了密码锁。我是一个很健忘又很怕麻烦的人，因为是木门呢，所以买的是那种比较简易的密码锁，也可以指纹，也可以密码。厨房侧边的窗户呢，我做的是一个推窗，在网上呢买了这2个东西，到时候给它安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叔叔呢又在给我的窗户包边了。大门的密码锁我选的是防水防晒的，这个师傅真的是全能的，啥都会。我们的老房终于可以锁门了，我真的睡觉都在担心师傅的工具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厨房就是这样的啦，我喜欢的原木风，没有翻车。遇到厉害的木工师傅真的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毫不夸张，你说的他都懂，而且给你做的都妥妥的。这个柱子我没有讲，他们也都给我包起来了。外面的窗户和门呢，全部包边。这里到时候我再做个什么雨棚的。今天给老房子做院子的围墙了。我爸爸今天一大早就回来，直接就给我开工了。做围墙呢，是因为隐湿度会好一点，也能让我的狗狗呢待在院子里面玩耍，不会乱跑。先做墙基，今天呢我负责挑水泥、捡石头，我妈呢就负责搅拌水泥，全家齐上阵啊。我爸这个活看起来很简单，但他很费时间，要找到合适的石头，然后拼上去。就这点活，我们干了1个早上。自从装修以来，我真的没有一件裤子是好的。吃饭喽，土豆饼，感觉能吃3碗饭。酱牛肉。土豆饼，自己种的花生、西瓜，这是牛肉跟自己做的茄子。墙基终于做的差不多了，邻居的爷爷非说我爸没有对齐，然后他拿来了三角尺要帮我爸对齐。弟妹。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啥呢。这是我们家的老家伙了，接水管呢用它真的是很方便。现在呢就是把总的水管分成2份，一个呢就是老房子，一个呢就是新房子。自从装修以后，我经常帮我爸跑腿，什么弯头、相通、直通的，我一个个都认识了。院子里面的围墙呢就用水泥砖做，今天呢真的是搬砖了一天。我爸砌墙，我和我妈就负责搬砖。本来可以早早的结束了，因为他们2个大聪明，搅拌了很多的水泥，我们不得不继续干，要把水泥用完。因为是饭点了，一波一波的人来看我爸砌墙，给他都整的不好意思了。还有最后呢，就是有个事想问一下网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楼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台面应该用什么好，扶手应该用什么好，希望大家呢给我个意见。厨房的台面不用大理石能行吗？接下去呢就要给厨房打柜子了，让老板呢又送了一些材料过来，赶紧的在下雨之前给它裁切好。关于厨房的橱柜呢，我就不打算用大理石了，全部用木板，而且是全白色的，因为我的水槽、油烟机都是白色的，需要开槽的家电一定要提前先买，这样呢师傅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尺寸切割了。水槽呢，我选的是贝驰德家的日式水槽，材质是纳米304不锈钢。上面还有一层抗污抗刮的纳米涂层，耐刮好清洁，一冲就可以了。我最喜欢这种抽拉式的水龙头了，边边角角都可以洗得很干净，还能切换出水模式，用起来真的太痛快了。搭配的这个收纳篮还可以放菜板和洗碗巾，大口径的排水更快更流畅。这边呢就放煤气灶和油烟机，下面这个位置呢就放煤气，下面特地没有做隔板，因为这样拿放煤气的话呢比较方便一点。你们做橱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按顺序，洗菜区、切菜区、备菜区、炒菜区，因为我们家新房子的顺序就不对了，所以做菜呢就很麻烦。师傅说我的厨房插板太少了，又给我多加了2个。我打算给我妈的餐厅呢也做一个柜子，因为我妈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必须给它全部收纳起来。师傅用了2天不到的时间吧就做好了，分为上下2节，他们是做好了再拿过来的，里面呢再装点隔板，装上门就可以了。看我妈是不是很满意，立马就把她的东西全部放进去了。对了，你们上次说的门缝是因为当时有个板条没有钉，这是现在做好的样子。1楼的卫生间的吊顶和厨房的吊顶都做好了，接下去呢就是做2楼的吊顶了。我们把2楼呢提前打扫出来。自从装修开始这3个月，没有一天我的衣服是干净的。明天呢就是木工师傅的最后一个工啦。让师傅给我做了一个防雨的架子，这样可以保护下面的木门和窗户。到时候呢，上面再加一个假的稻草或者是假的瓦片，
不过呢，要等外墙先刷漆以后了。楼梯口的门也装好了。最近村子呢很多拆旧房子的，这个呢是隔壁伯伯老房子拆下来的门，送给我了，还挺大的，可以防止狗狗跑出去，挺好。木工师傅呢用剩下的木板呢帮我做了一些小凳子，然后我让叔叔呢用这个木门给我订了一个桌子，就放在这里用，又是省了一笔。虽然是有点粗糙，但是大家有什么建议呢？看一下怎么弄比较好。帮我把这个桌子也打磨了，到时候呢重新涂油漆。柜子呢也打磨了，最开始呢我自己也有打磨的，但是真的太累了，太难了，不是我能干的活。师傅索性就把我这些活全部都做了，真的非常感谢。有的是还得是专业的人来做啊。做完了，今天他们就要走了，还挺舍不得他们的。他们在我这里做了14天，30多个工。工费就要1万多了，不过我觉得超值。他们就像朋友一样，处处为你着想，也给我出了不少的主意。我也很少操心，做的东西也不错。也祝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下一期呢，我们的油漆工就要上场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喽，真的是迫不及待了，希望快点弄好上软装。对了，经常有人纠正我的普通话，没有办法，像我这种小学毕业的人也就这个水平了。不过呢，等我忙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的去学习普通话的。今天给我的老房刷墙了，来了2个师傅，材料呢就用这些。先用护角条呢对全屋的阴阳角凿平，它可以让墙面的转角处更加的笔直方正，同时呢也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先刮第1层的腻子，然后呢再挂网。就是用我上次刷水泥墙买错的那个网，终于派上用场了，而且正好够2层楼墙面的用量。第1层腻子结束，正面大白墙呢，我打算放投影看电影，想想都觉得很不错。那天呢，我去市区，有一个网友遇到我，他就问我，你的房子装修起来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并不想做什么家居博主，也不想做什么装修博主，我这种懒得动手的人都不配做家居博主。这个房子呢是装修起来做工作室的，所以呢大家不必对我的装修要求那么高。至于2楼的那个竹席吊顶，算上人工我已经花了快3000多了，怎么也得用个1年再说吧。因为现在很着急的搬进去工作，不想浪费时间。因为现在已经8月份了，你们今年都存到多少钱了？我也准备呢冲刺下半年的业绩了。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呢，就更新一些在农村做自媒体的日常。如果你也想做短视频，关注我呗，说不定我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哦。墙面刷好以后呢，就要开始打扫卫生了。我让我妈妈呢，要么村里请个阿姨来做，因为我不想做，我也不想我妈做。但是我妈觉得呢，谁打扫她都不放心，她就要自己做。这样看是不是还行？你们看我卫生间的门，这个门呢是65厘米，可能门装上去之后呢，60厘米都没有了。最后呢，就剩下做院子和刷外墙漆了。今天给老房子2楼的护栏和窗户刷漆咯，提前1天把窗户全部都拆下来，方便师傅刷漆。用的是户外漆，先加入10%的水搅拌，再倒入色浆，然后呢再调试，刷个2遍差不多了。选这个颜色是因为我们家前面的这个屋檐这里用的是碳烤色的木板，想整个2楼呢统一颜色，我选的是双枝木色。这个户外漆呢可以防水防潮，太阳暴晒也没有事，也没有什么味道，不容易褪色。这个呢是刷了1遍的效果，1个小时之后呢刷第2遍的效果。外面的框框呢也给它刷上漆，然后就是刷围栏了。你听听这雨声，我能坐着发呆1整天。刷好了，远看一下效果很搭配。然后呢把入户门的鞋柜和门都刷了，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很大气复古。把我的小门给漏了，第2天呢我就自己刷，大概是这个样子喽。纠结1楼的几个窗户要不要一起刷成同一个颜色，你们觉得呢？今天要给我老房的窗户装玻璃了，窗户的外面呢我涂的是户外漆，里面我打算保留原色，就涂木蜡油透明色。吸取上次的教训，因为2楼的护栏我用的是清漆，味道大，还不容易干，很粘手。这个3清漆呢没有味道，干得很快。做门窗的老板来了，先给我的2楼这个落地窗装起来。我订的这个呢很便宜，应该1000左右吧，主要是为了吹空调的时候用一下，到时候呢再装一个白色的纱帘。卫生间的窗户呢也装好了。卫生间我本来打算是想做谷仓门的，因为右边有一个开关，还有就是大家说很容易坏，所以呢就放弃了用现在的这种玻璃的。安装这个玻璃呢又要请我们的木工师傅来了，要安装4个木条上去，这样呢又牢固又美观，但是呢很费时。师傅装这个差不多用了1天吧。
这边呢是一个旧窗户，要在外面呢用钉子钉，全部都弄好了，再也不用四处漏风了。让师傅呢给我的衣柜做了4个轮子，这种老衣柜真的很重，但是呢我又舍不得丢，想继续用。我让师傅呢帮我做了一个小楼梯，可喜欢了。你们猜猜我这个是干嘛的？今天要给老樊的2楼装木地板了，和妈妈呢先把地面打扫一下。很多人说这个狗洞不安全，我打算把门锯成2半，下半截可以不动，只开上半截，因为门的荷叶是只能开进来，不能推出去，这样狗狗头露出去也比较安全一点。早上7点，师傅就带着材料来了。像我家这种老木板，凹凸不平，铺木板还是有点麻烦的。我选的这个颜色的木板呢，和我们2楼其他木板的颜色差不多。用沙子凿平呢，是给我做窗户的那个老师傅告诉我的方法。他让我把沙子晒干了，再拿来凿平，铺上防潮膜。我2楼的这点面积呢，应该是35平，一般1天就能铺完了。上次网友们给我的建议说，1楼的窗户和2楼的窗户刷同样的颜色，我是很听劝的。你看我头顶上的云，一看就快要下雨了，我必须在得下雨前给刷好。最近的天气真的就像女人的脸，说变就变，上一秒天晴，下一秒就大雨来袭了。窗户太多了，都来不及关。看我邻居的雨伞在跳舞呢，算了，你们肯定觉得没意思。看了这个雨大了，我家的沙子都冲走了，那个水可大了，你看这个木板都积水了。最后想问一下大家，给点意见，救救孩子吧！这个院子的地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好了，最好评论区带上图片，谢谢大家。先用商家给的样色呢，先选一选，对比一下，看看哪个颜色比较配一点。我选的是这2个色，送的工具还挺多的，2个颜色呢我都多买了1个，多了总比少了好吧。第一步呢是先做清洁，先把缝里的泥刮干净，再把细缝的边缘刷干净，再用美缝蜡涂抹缝隙的2侧，后期呢才好铲胶，注意不要打到缝里。我是做了很多的攻略，我选的是据说20年都不变黄的重力膏。我也是第一次做美缝，看了一下商家发给我的视频，看的还挺简单的。打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得深一点，打得饱满一点，才好压缝。因为锯料干得很快，所以一定要2个人配合完成。我打，我妈压。如果我累了呢，就我妈打一会儿，我压边。压完以后呢，3到5个小时呢，就要铲掉多余的胶了。时间越久越难铲，铲胶的过程也太好玩了吧，很解压，一起看看效果吧。这个大家伙是网上订的楼梯扶手，今天要把院子的墙面和楼梯都用水泥刷一遍。最头痛的是又没有沙子了，爸爸借了一个3轮车，我们打算去下面一个村子买沙子去。200一车沙子，不过呢要自己动手装车。虽然没我的位置了，但是谁懂啊？这种感觉真的舒服啊！小风一吹，真的太酷了。有人问我，回农村了之后，真的不想城市的生活吗？你看看这空气，这风景，大城市真的没有一点能让我留恋的。只要能跟父母在一起，住山顶我也乐意。这个大家伙太碍事了，把架子拆掉，扶手呢先搬到家里面去。我爸再给楼梯边上刷一层水泥，用海绵加水刷一遍，说是为了预防干裂。楼梯的脚踏面呢，我还是没有想好怎么做，反正水泥面也不会坏，以后慢慢想吧。现在要紧的是先做。楼梯侧面完成了，干了以后呢，就可以装扶手了。下午我爸爸的朋友呢帮忙砌墙，我爸就做这个。这里呢之前是水泥师傅做的，但是我妈妈很不满意，让我爸爸返工。这个院子的围墙本来是打算做1米左右的，但是大人觉得要高一点，因为我冬天很喜欢半夜在院子里面烧烤的。我爸说怕我会害怕，所以呢就加高到1.65米左右。看我爸的业余的技术，都可以做水泥工上班去了。给你们看看前后的对比，这是花了钱的，这是没有花钱的。这个围墙上面呢，我是想放这种屋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意见。这个位置我要给我妈放一个洗衣池，她就喜欢手洗，因为呢这里冬天太阳是直晒，会很暖和。我爸呢在弄这个油烟机，
为什么这么低呢？因为我买的是那种集成灶的油烟机，所以油烟是排在下面的。本来呢排院子里面，我爸呢就在这里打了个孔，放了个弯头，直接排到外面去。这面墙也刷好了，装了2个水龙头，一个呢是给我妈妈洗衣服用的，一个呢是地上的水池，拿来洗狗狗的东西的，是不是很完美啦？我爸呢平时都挺忙的，他想着难得回来能帮我一点是一点，天都要黑了，他还没打算收工呢。这次改造让我苦恼的并不是花了多少钱，是让我父母太辛苦了。这个口子我爸是表示不理解的，我特地留的。猜猜我要做什么呢？今天给老房的2楼装窗帘了，我买的是亚麻布，上卧室的窗帘呢一共花了500块，用的是这种自粘轨道，只要粘上去就可以了，很方便。轨道呢花了130，粘之前呢要擦干净，不能有灰。这种自粘轨道呢粘性很大，不会容易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操作。夹子先挂好，再把布加上去。面料是这样的，透光不透人。在挂布的时候呢，我发现了很多的毛絮，就衣服上飘的到处都是，可能是裁布的原因吧。我又拆下来，打算去河里洗一洗。看我妈又在帮我洗后备箱的垫子了。我妈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洗大的东西呢，一定要到河里面去洗，这样脏的东西呢，它就会流走了。我就随便清一下，没放什么洗剂。了1个多小时，应该干了吧？打算把它收回去了。我妈最开始说不用窗帘也没有事，我觉得是要挂的，隐湿度会好一点。如果没有窗帘，这跟坐在大街上有什么区别呀？而且晚上我也很害怕，总会觉得有人看着。来看看氛围感就出来了吧。这个窗户呢还没有装呢，我想装一个小碎花或者特别一点的窗帘。下期我们就装楼梯扶手了。